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中国要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当红女星王丽坤前夫涉诈逾10亿，被判无期；于朦胧案负效应，娱乐圈已死；台湾海域 7.0 级地震，大陆沿海福建、浙江多省市震感明显；军中内斗残酷激烈，何卫东被罢免人大代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28日，星期日。首先来关注，见鬼了！河北商铺一夜全关。中国的房地产寒冬，给一直靠土地财政赚得盆满钵满的地方政府带来灭顶之灾。不少地区的事业单位已经出现了停薪降薪的情况，就连公务员的奖金也取消不发了。捉襟见肘的情况也让当局动起了歪脑筋，有靠交警罚款补贴的，还有靠各种检查乱收费的。近日，河北省保定市的商户为了躲避市场监督局的检查，竟然全体关门，整个保定市商店大门紧闭，犹如鬼城。这个情景与10多年前的辽宁省沈阳市如出一辙，引发广泛关注。近日，在大陆社交媒体上，不少河北保定的网友发视频爆料，说是当地有大量的商户突然就关门了。从视频来看，确实整个街道冷冷清清，没有一个店铺是开门的。据悉，这一次小卖部、餐饮行业等等都关门了，唯一开着的就是药店或者理发店那些。所以这件事情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还有人爆料，说是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有检查，那些商户这几天才不开门的，等检查过了之后，就会重新开始营业。12月25日，本地资讯博主保定城市生活家、微博大 V 保定话里话外发信息说，昨天开始，保定很多门店都关门了，今天更多。闭店的店铺有便利店、五金店、饭馆、理发店，甚至还有足疗店和手机贴膜店等。更过分的是，一些大型菜市场也关门了，导致人们买菜都是问题。至于关门原因，众说纷纭，也有人说是因为上级检查。但不管什么原因，这么多店铺闭店很不正常，很容易让人怀疑保定的营商环境。IP 地址在河北的网友 YMDXS 钉钉发博文说，保定大量商户因检查关门，市里、县里关门的很多，合格不合格的都关了。你要问为啥？问就是合格不合格，到底谁说了算的问题。视频博主微博大 V 为有书香来说，不知道传言是不是真的，保定有关部门要及时发声，否则造成恐慌就麻烦了。如果真是突击检查，要看是出现违规问题，还是为了罚款。如果年底相关部门资金紧张，就想通过罚款临时解决，实际就是杀鸡取卵的行为。道理很简单，把店铺罚的都不敢开门了，后面时间的税收怎么办？还有网友说，河北灯下黑，黑的不像样子。真的这罚法就算合格，谁还敢开门？实体店本身越来越难，一年干下来都交房租了，万一被罚几年白干，还是关门放心。缺钱了，年底了，公务员要发年终奖了，年底了，任务还没完成吧？12月26日，齐鲁晚报齐鲁1点记者致电保定市莲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称确实存在检查。随后，记者联系到保定市市委宣传部新闻科，工作人员称等官方通报吧，便挂断了电话。看来真是商家们为了避祸而纷纷选择关门。谁家开商店不是为了赚钱的？少开一天就少了一天收入，老百姓们选择饮鸩止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开店被罚款，关店不赚钱，那宁可还是不要赚钱了，因为赚的再多也不够罚款的。而地方政府这种杀鸡取卵的事儿也不是第一次做了。2012年7月8月，辽宁省沈阳市及周边城市的部分商铺出现了同一时间集体关门歇业的现象。最早2012年7月13日，沈阳市东北市场、五爱市场等开始出现大量商铺关门歇业的现象，此后愈演愈烈，以至于沈阳全城商铺大多停业。到8月6日，罢市事件已经蔓延到沈阳街头的大部分超市、杂货店、饭店、理发店、澡堂等各种商铺，大量商铺百日关门照片涌上网络，引发关注。沈阳罢市的起因是沈阳工商局及多个部门展开的打假行动，被指随意罚款，手段狠辣，百姓怨气冲天。
还有网民称，商铺需要8证齐全，如健康证、完税证明、出厂证、合格证、代理证、国税、地税、增值税等，令业主纷纷借口外出旅游停业抗争。有市民表示，8成店铺是迫于无奈。罢市事件直到沈阳当局叫停打假行动才渐渐平息。此次保定也出现了相同事件，可见地方当局并没有吸取之前的教训，在中国经济下行的当下，影响更为恶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摊上市了。当红女星王丽坤前夫涉诈逾10亿，被判无期。12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对詹某某诈骗案进行第2次开庭审理时，当庭宣判，詹某某被控涉案逾10亿元人民币，获无期徒刑。据了解，詹某某真名为詹浩礼，是大陆女星，有素颜女神之称的王丽坤的前夫。据红星新闻报道，受害者介绍称，詹某某在庭审陈述的最后时刻向受害人道歉。法院认定詹某某合共诈骗10多亿元，因涉案数额特别巨大，且因5年内再犯罪构成累犯，从严从重，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该案其他3名被告被判处12年至1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此前报道，该案案发于2022年，去年8月在北京2中院开庭审理。检方指控詹某某诈骗金额为13.9亿元，其中备受关注的是他涉嫌虚构回迁房项目，诈骗近200名购房户8.6亿元左右。涉案小区名称为双泉家苑，由詹某某实控的北京共青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知情人士称，庭审期间，检方指控的诈骗金额有修改。有受害者此前说，詹某某的剩余资产仅有1个多亿，大部分都被其转移挥霍了。亦有受害者表示，已有受害者过世。而据红星新闻此前报道，受害者称，部分查封的詹某某资产已由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先行进行2批拍卖处置。第一批包括一只全球限量21个卡斯特罗签名的千禧雪茄柜，含2032支雪茄，拍出1320万元。第2批包括一只疑似爱马仕鳄鱼皮铂金包，成交价33.5万元；一辆劳斯莱斯，成交价500.09万元；一辆红色法拉利，成交价411.82万元；151根疑似金条，成交价653.2万元；135箱印有贵州茅台酒字样纸箱酒水，成交价200多万元。至于王丽坤方面，去年有报道指王丽坤正与詹某某办理离婚手续，王丽坤所属工作室亦曾发声明否认王丽坤涉及犯罪。王丽坤女士始终遵纪守法，严以律己，不涉及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也未损害过任何人的合法权利。继续来关注台湾海域 7.0 级地震，大陆沿海福建、浙江多省市震感明显。12月27日晚间，台湾宜兰外海发生 7.0 级地震，台湾多地出现震感强烈，大陆沿海福建、广东、上海、浙江等多省市震感明显。据台湾当地媒体报道，台湾中央气象署通报，地震发生时间为晚11时05分，震中在宜兰县政府东部 32.3 公里处，位于台湾东部海域，地震深度 72.8 公里，规模 7.0 级。台北震感强烈，高楼发生摇晃。宜兰县、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彰化县等17个县市最大震度达到4级，高雄、屏东最大震度3级。据中国地震台网信息称，12月27日23时05分，在台湾宜兰县海域北纬24.67度、东经122.06度发生 6.6 级地震，震源深度60千米。大陆沿海多省市多地震感明显，福建厦门、福州、泉州和浙江杭州、温州等地高层建筑明显晃动，网友称震感强烈。广东、上海、江苏、山东部分地区也有震感。12月27日，福建震感、福州震感、杭州震感、上海震感、泉州震感、汕头震感等话题登上大陆微博热搜。网友称，首次有抱孩子冲下楼的冲动，坐标汕头澄海，突然晃得头晕，家里衣架上衣服也在晃动，吓死了，躺在床上晃得很厉害，窗外真的很响，11点多，那会以为我头晕到天旋地转了，直到发现挂在墙上的扫帚在晃。福州震感强烈。我前脚刚说完，
杭州没什么震感，后一秒我就被晃醒了，我甚至还以为是我们家床腿坏了，直到听见小孩哭了，才反应过来地震了。上海和南京都没有逃过，四川和重庆也发出了地震预警，今夜无眠，山东也有一点点。再来关注娱乐新闻，于朦胧副效应，大陆票房惨淡，影院恐倒闭。刚刚过去的圣诞节，大陆单日电影总票房仅4884万人民币，下同，这个数字是10年前的1/6。位列票房前2名的好莱坞大片《阿凡达3》和《疯狂动物城2》分别拿走2726万和1056万，国产片悉数翻车。有网友认为，之所以电影票房极其惨淡，主要是因为于朦胧坠亡事件疑云未解，影视圈被抵制的行动持续升温。大陆自媒体光影新天地最近以4部国产片扑街，大牌云集票房不到10万，免费路演招不到观众为题，分析今年圣诞节当天大陆电影市场的行情时回顾，2015年圣诞节也是工作日，但当日票房接近3亿，口碑迅速崩盘的恶棍天使都卖了1.4亿，偏文艺的老炮儿也有5767万。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圣诞节，大陆单日票房只有4884万。作者感叹，这么一比较，不难看出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有多冷、多惨、多低迷。作者提到的4部国产片分别是《点到为止》、《逆转上半场》、《再团圆》、207B。由张玄鹏编剧并执导，尹正领衔主演，潘斌龙、黄才伦、张一鸣、梁超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点到为止》，尽管背后资方有淘票票出品并发行，但上映首日排片占比仅 8.7%， 票房占比仅 1.1%。平台预测该片的总票房预测不足500万，估计分账之后连宣发成本都收不回。数据显示，逆转上半场上映3天，只卖出2000多张票，累计票房 7.7万。管虎和梁静投资，七印象和中影出品，李雪健主演的《再团圆》上映5天，票房仅7万。207B 上映2天，累计票房 9.1万。目前排片和票房占比均低于 0.1%， 连北京、深圳这样的大票仓竟然看不到一场排片。大陆男星于朦胧今年9月11日离奇坠楼，引发舆论震撼与娱乐圈恐慌。事件疑云至今未解，网友对大陆影视圈的抵制行动也持续升温。曾为于朦胧发声的大陆男星李廷哲近日连续发布影片表示，全网都在喷娱乐圈，已经初见成效了。娱乐圈真的要黄了。他分享统计数据，2025年约 65% 的演员全年无戏可拍，短剧除外，部分导演与制片人也被迫转行直播带货。他透露，演员收入大幅缩水，2020年平均收入约800万，如今不足200万，明星片酬仅剩1/10，普通演员更是收入微薄。李廷哲还表示，虽然2025年电影产量约400部，但真正能赚钱的电影仅约10部。他透露自己近期的观影体验，某一天，电影院就我一个人在看，孤芳自赏。他预测，如果抵制潮持续，中国影院可能倒闭一半。对于官方封锁于朦胧坠亡真相无所不用其极，网友反制，你们沉默，我比你们更沉默，不走进电影院，不买任何周边产品。你们禁于朦胧，我们禁于热。最后来看看中国时局内幕，军中内斗残酷激烈，何卫东被罢免人大代表。中共内斗仍在低调而残酷地进行中。中共人大宣布罢免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等多名代表资格，其中还包括2名上将和1名中将，这3人是首次被官宣落马。12月27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罢免原江苏国资委主任谢正义、原湖南人大副主任邬兰、原新疆政协副主席金之镇、原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原军委政工部常务副主任何红军、原军委训练管理部部长王鹏、原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原武警部队政委张宏斌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根据中共相关规定，人大代表资格被罢免，意味着正在接受审查和调查，这相当于正式官宣落马。上述被罢免的8人中，谢正义、邬兰、金之镇3名文职被抓的官方通报早已发出。5名高级军头中，此前只有何卫东、何红军被通报落马，另外2名上将王仁华、张宏斌和1名中将王鹏还是首次被官方正式出示。
其中王仁华已经消失数月。今年10月，中共政法委官网中国长安的领导栏中，王仁华已从政法委委员名单中被悄悄剔除。另外，前武警部队司令王春宁和政委张宏斌早在1年前就传出落马消息，但直到今年的中共4中全会前，王春宁才被官宣落马。近日，代理武警司令的曹军章中将也被传出事，并缺席了12月22日的上将晋升仪式。近年来，中共军队高层的整肃异常残酷，7名军委委员只剩4人，仅上将就有数十人落马，其中何卫东、何鸿钧等多人传出已经非正常死亡的消息。但这些高级军头的落马信息，官方多是异常低调地挤牙膏式的放出。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掌权者出于维稳需要，不想让外界注意到中南海政局动荡。以上就是本期中国要闻的主要内容，欢迎您订阅、点赞、转发，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